姑娘家的，贪生怕死也是人之常情，难怪会主和了。女人就是女人，生性柔弱，这官场战场本就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那穆卓华今日，怕是不敢来了吧？以他的诗才，来了怕也是颜面扫地。以一女子的身份混迹于男子之中，实在是不伦不类，有失女子贞洁呀。就是，真是晦气。你又不娶她，晦气什么劲儿啊？今早出门便闻喜鹊啼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事发生。果然，这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不断提我的名字。在下穆卓华，见过各位同科。穆公使，沈兄，恭喜沈兄荣登榜首。文征楼内有幸领略沈兄的冠绝风姿，当真是雄才伟略，笑看非语。不与庸碌同流，着实令人佩服。穆公使，谬赞了。无知妇人，说谁庸碌？他不过是侥幸登榜，竟也敢在我等面前大放厥词。你瞧他会数吗？这位同科，在下不过是夸赞沈兄罢了，何来厥词？这妇人二字，在下领受了，可对这无知二字，却是大为不解。在下寒窗苦读，凭着真才实学参加会试，经过诸位考官大人的评选后，得中信榜，怎么也和这无知沾不上边吧？哦，这般说来，在下的确并非文武双全之辈啊。说得好。参见娇家公主。免礼。本宫不才，忝为今日簪花诗会的主办人，全仗各位赏脸。公主德才兼备，实乃天下女子楷模。你们与本宫相熟吗？你们只不过听说了本宫的一些事情，便断定本宫德才兼备。对于穆姑娘，你们也只是听说她是个女子，又无背景，便断定她无才无德。公主恕罪。尔等学识，比之诸位考官，如何？吾等不如。自知不如，又何必质疑考官的评判？哎，晨儿，别忘了，我们此次是来旁听的。皇姐如此偏颇的女贡士，我反正看不下去了。朝廷并不是容不下质疑之声，况且穆卓华的名次本来就有待商榷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名次，又怎能说有待商榷呢？他的策论立意太差，满纸荒唐。这就是小人的答案。这不是文征楼内皇叔看上的那条小鱼吗？皇叔对他好像特别上心。哦，不过是判卷时几位考官有些分歧罢了，对吧，皇叔？你说你的，莫拖我下水。今日是簪花诗会，诸位吟诗作诗，莫要因我二人打扰了诸位的雅兴。若不是皇姐偏颇，我也不会出来。是谁有失偏颇？
有些人没见过文章，就对一个人的性别、身世、品头论足。难道殿下认为这便是公正吗？分明像只乞食的松鼠。王爷与大殿下真是吃饱了撑的，他们一来，诗会的气氛都变得跟官场似的，这不捣乱吗？时间到。好诗，当找个合适的人来读，才能读出那份味道。那穆哲华，你来。是公主。公主，小人诗才不佳，做不出好诗来，便领公主之命，诵诗与诸位听。15号，流霞攒金真国色。一簇红缨尽山河。这遣词造句真是直白粗糙啊！是啊，难登大雅之堂啊。策马临风饮霜雪，正清人和太平歌。哎，皇叔，无妨。这肯定是王爷的事，这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首牡丹边塞诗啊！是啊，太好了，可谓是开创了一个新流派啊！皇叔，这首真有那么好吗？我怎么觉得还不如5号生来金玉蕊那首呢？13号，百卉千芳争秀艳，新枝细蕊嫩如霜。接下来宣布投票结果。5号，穆公使15号，读诗辛苦了。 15号，1号，3号，5号，请用茶。
谢王爷。15号，5号，15号。王爷，是不是发现我利用他了？15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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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号，13号，15号。结果已经揭晓了，正是15号诗作。那么现在，就请这首诗的作者出来吧。没错，一定是我。皇叔赢了，自然也是我想要的结果，无妨无妨。但这诗也不似皇叔平时的水准。那首诗是小人做的。穆昭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是他的诗对吧？不愧是女子英才，恭喜你，今年簪花诗会的会首便是你了。这青龙卧墨池和苍灵志，便是你的彩头。多谢公主。哎呦，苍灵志啊，怎么？怎么会是这首得了第一？这些人是瞎了还是傻了？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还不明白？其实咱俩今天就不该来。倒是这个穆卓华，也算个有才之人。他奇思妙想，妙语连珠，殿试上没准儿会得到父皇的青睐，例如3鼎奖。想不到柔家竟然如此赞赏他。这姑娘有些不讨人厌的小心思，确实讨人喜欢。就连沈惊鸿，对她也有别于旁人。依我看，她入翰林院，是十拿9稳之事。哼，这穆卓华不过是投机取巧，还贪生怕死。但你与皇叔，难道真是我瞧错人了？怎么走到这儿来？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在挖花？不是，小人这是在移栽。为什么？王爷，您看，这公主赏我这花盆实在是太贵重了，小人要把它好好的收起来。您知道吗？就这花盆，能卖上百两呢。但是意义特殊，小人也不敢卖，更不敢把它随随便便的就放在院子里面，万一被人偷去了怎么办？所以啊，小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把这牡丹花移栽到我这个土陶花盆里面，然后再把公主赏我的这个花盆好好的珍藏起来。王爷，这么晚您过来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儿？本王想问你，今日簪花诗会，你惯会耍小聪明，
是不是该给本王一个交代啊？王爷，小人正想好好感激您呢。好好说。哎，喂，你慢点。哎，王爷，小心小心。小人承认，今日是小人故意误导他们，让他们以为那首诗是王爷您做的。但是我没想到，王爷您居然这么配合啊，还故意泼了杯茶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这才让小人侥幸得了头名。你是怪本王过分配合了？王爷，您平时嘴上总是说不帮小人，可实际上呢，您最是嘴硬心软，人美心善，小人感激的不得了呢。果然是没跟错主子。哎，本王帮忙并非是无偿的。哦，今日泼了那杯茶，脏了一身衣服，本王这身衣服还要100多两。100。要不，你把这花盆赔给本王吧。王爷，您看，要不然我把这花赔给您吧。哎，这种品种的牡丹花，少说也要上百两一朵呢。如此富丽堂皇的人间富贵花，最配王爷这样尊贵的身份了。啊，王爷，把花收下吧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今日这头名可有一大半功劳都是王爷的。说到底，小人也就是沾了您的光，所以这彩头咱们俩一人一半，最是吉利。后日便是殿试了，你还有心情在此养花移草？公主的花盆，王爷的玉佩，小人都要定的。对于后日的殿试，小人还是有些许把握的。王爷，您这是买了盆花？这是别人送的。不是吧？这竟然有人给王爷送花？考题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，这考题考的有一半是才华，另一半却是揣摩上意的本事。陛下登基24年，多施仁政，休养生息。如此看来，很多人会压在无为之上。无为，无为，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有为。
怎么办？我还有半张纸呢，以前那么难，我都没想过放弃，更何况现在是走到了这里。他怎么还继续写？直接放弃得了。就半张纸了，也写不了几句话。困兽之斗罢了。殿前失仪，满场考生中的独一份儿。沈公子好，如此品格，考中会试第17名，当真是侥幸。说的是啊，他这17名掉了下来，那咱们的名次不就能上升了吗？如此看来，倒也是幸事一桩啊。对对，之后有再继续作答吗？不用担心，虽然发生了点意外，但若是用心答题，我想陛下也不会怪责。我觉得自己答得挺好的。面对这意外之祸，还能保持如此心境，不愧是你。接下来进入第2轮会试，众考生殿外等候，与陛下殿前对答。宣穆卓华觐见。学生穆卓华见过陛下。平身。不错，你年纪轻轻，心性极稳，朕还以为你会当场哭出来。未到山穷水尽之时，不可轻言放弃；便到走投无路之际，也应笑对生死。哦，这便是你答卷上的“尽人事，以听天命”。陛下明鉴。寥寥数字，说尽了人道，也说破了天道，不错。你年纪不大，却有如此境界，着实不易。谢陛下夸赞。但你今日殿试犯了大错，误了试卷。虽然临危不乱，还交了4句，但恐难以服众，所以朕就再给你个机会，你用无为而治来注解养鞭策给朕听。是，陛下。无为而无不为，顺治则天下大治。解边关之忧，因势利导，民心所向，则事无有不成；藏利于民，则披万幸，则民无有不忠；广开教化，人心思一，则国无有不宁；臣无有不义，民无有不忠，四海皆可归一。以上便是学生所想。善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打仗便能四海归一？打还是要打的，教化大兴，国富民强，这才好打胜仗。教化他们是为了不打仗，打仗是为了让他们坐下来好好听话。你呀，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去。他这一关过得倒着实漂亮。
陛下，是否召下一位考生殿前对答？不必了，朕心里有数。眼帝，陛下，你意下如何？恭喜陛下得见诸多南臣栋梁。这个坎儿我总算是迈过去了，但是真的好难，好难。昭明24年殿试，一甲第1名沈惊鸿，次进士及第。一甲第3名穆卓华，次进士及第。穆卓华，还不赶紧谢恩？探花，我居然是探花！陛下赐宴宣政殿，恭喜诸位新科进士了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诸位都是南臣的未来肱骨，日后便当时时以国为先，事事以民为本。尔等谨遵陛下教导。诸位，朕敬大家一杯。父皇，太医说过不让您喝酒，这酒便让儿臣代您喝吧。也好。谢陛下隆恩，恭祝陛下长乐未央，祝南臣和亲海晏。大殿之中，不可能无风自动。这砚台绝不会是自己倒的。只有离我近的人才能做到。穆探花，定王殿下，琼林宴方才散了，你可是要出宫？正是。夜深了，怕出宫晚了会迷路。
正好本王也要出宫回府，随我来。啊？哦。还未来得及恭喜你呢。也要恭喜王爷呢。喜从何来？有了我这么一个得力助手，难道不值得庆祝吗？你何时成为本王的助手了？不过，今天这事确实凶险万分。你能转危为机，确实也是胆识过人呢。我要是不中的话，那大殿下定是喜闻乐见了。琛儿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二殿下和三殿下呢？他们与你不熟，你中与不中，与他们自然也没有关系。这么看来，电视上打翻我砚台的人，正是定王殿下。是我。王爷不看小人，是不是心里并不坦然？今日殿试的时候，如果小人心智不坚，别说是进皇城赴宴了，恐怕就是犯了大不敬，要终身禁考了。宦海沉浮，女子为官尤为不易。今天故意打翻你的砚台，是想试一下你的心性。如果你连这点难关都过不了，这点难关，此事对王爷来讲是轻如鸿毛，对小人来说却是重比泰山。小人身为女子，自知女子科举之难，千难万险走科举之路，所求的不过只有自由二字。书外有青天，天高任鸟飞，小人就是要求这条路啊！王爷因为小人是女子，就强行加试，这难道就是当初您提起要重开女子恩科时要给我们的公平吗？
地方，也是诸位以后办公之所地。啊，这工作看似简单，可里头的学问大着呢。哦，孙大人，哦，对了，以后如果诸位有什么不懂之处，皆可来问我。多谢前辈。承让，走，里边请。走。咱们翰林院还是第一次有女子为官呐。那是你的位置，这边就是穆编修的位置。你瞧瞧啊，这官服穿在她身上，不伦不类的。这女子呀，就应该纤巧温婉啊，那才招人疼。难道你还想让她涂脂抹粉、花枝招展的过来吗？哎，那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说她一个女子能干什么呀？最后不还是要嫁人生子啊？还不如打扮一番，让我们养养眼。我看行。如此说来，那在下觉得男子宜家宜室，也适合在家相妻教子。那诸位不如回家洗洗手做羹汤，岂不美哉？而且前辈怎知古人人的人和妇人之仁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呢？如果依二位所言，这人固有一死，那二位还何必要做这个官呢？不如买一口棺材躺进去不就完了？哎呀，不愧是荆轲、状元和探花呀，皆是卓尔不群之人。说得好。那孙编修也别忘了，还有你这位荆轲榜眼呢。哎，过奖过奖。又在大放厥词了，父皇竟然要让这样的人给本宫讲学。参见大殿下。本宫作为荆轲主考，为诸位才子做最后一件事。本宫此刻前来，是为了下达陛下口谕。着沈惊鸿、孙云谦、穆卓华不日到知行斋开课讲学。谢陛下隆恩。都起来吧。这几年都是老翰林为我等讲学，今年是父皇改了规矩，尔等可千万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片厚望。微臣领旨。这院内院外种的都是翠柏，唯独就这一株丹桂，真是不伦不类。大殿下，下官觉得这株丹桂长得挺好的，风骨不输苍松翠柏。穆编修就不怕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吗？原来下官跟大殿下所见略同，下官也觉得这丹桂当真是木秀于林呢。穆编修还真是能言善辩啊。殿下所言极是。好，那本宫就等着看看，穆编修究竟有多少的真才实学。恭送大殿下。哎呀，这如今得这机缘，要给皇子讲课，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成了皇妃了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想当女人了。
你依我看啊，这院子里唯一一株丹桂，定会长成凌云木。谢谢神兄，我也相信，有志者事竟成，苦心者天不负。说得好。你们准备为3位皇子授课，打算讲些什么呀？讲什么呢？我讲地理吧。地理？穆边修还真是博学啊。沈兄说笑了，通古博今，我可比不上2位。但是我读的书比较杂，我去跟皇子们讲一讲这天下的风土人情，希望皇子们能喜欢。哎呀，这3位啊，是一个比一个难办。金虎兄，届时你得替我们做好前锋哦。穆边修都没有紧张害怕，你在这担心什么？也是啊。孙兄、沈兄，你们说，若干年以后，咱们能不能也像这凌云木一样顶天立地，撑起宣政殿的半边天啊？我想，一定可以。此生得遂凌云志，不负江河万古流。只要给我沈某10年，不，只需5年，定要让这南辰朝堂变一个模样。哎呀，我呢就没有金鸿兄这般高远的志向了，只想管好工部这摊事儿，修卷城池，善弃土木，叫天下百姓再无离散之患。孙兄、沈兄，那咱们今日就以这丹桂为证，5年以后，咱们3个人也一定要立身朝堂，闯出个名堂来。好，好。居里，帮我搬个梯子来。哦，好。哎，小姐，你要梯子干嘛呀？我要过去看看，快去。那小姐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应该是有池塘的人家。来了，小姐，小姐，来。这样就安全了。傻丫头，我这是去拜访邻居，又不是闯龙潭虎穴，至于吗？以防万一，谁知道里头是不是藏着只大老虎呢？真有大老虎的话，你点个痣就管用了。这大老虎吃人还看皮相呢。快去帮我搬梯子。快去。小姐，上吧。居里，你在家等我啊！小姐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后脑勺怎么长得这么熟悉啊？直墨，给我披上披风。直墨，此人是定王殿下。直墨，把披风拿来。跑吧！不行不行，他要是转头看怎么办？不管了，赌一把。
穆卓华，怎么又是你？王爷，王爷，下官只是好奇，看隔壁没人，想过来看看，没想到居然是王爷的宅子。王爷，您披风掉了，我给您捡起来。居然这么巧！这兴许是缘分。穆卓华，你的脚步出卖了你。王爷，下官并非有意隐瞒。王爷，您仁慈心善，就饶了下官吧。下官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怎么办？王爷要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他凑巧就在这里呢？我还没想好如何选择，怎么又自投罗网了呀？随本王来。啊！杏树，知道外祖的宅子就是这儿。照你的意思是，你就住在这隔壁？下官也觉得这件事巧得很。是巧得很啊！你一个翰林院的编修，翰林院离朱雀街还远得很，你为何选择住在这儿啊？王爷，那是因为朱雀街的房租便宜。王爷，像您这样尊贵之人，哪里会知道我们这样漂泊之人的不易呢？浮云寺那天，本王刚给了你500两，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完了完了，看来庄琼过不去了，只能另想办法。王爷，下官是因为爱慕王爷，偏偏王爷又不理人，这才偷偷跟了来，就是为了能一解相思之情。住在隔壁也是为了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想着可以时时见上王爷一面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王爷，那日回城的路上，下官不是突感风寒吗？王爷这一路上都是亲自悉心照料，从未有人对下官如此之好，所以下官便对您动了情。但是下官自知身份低微，不敢高攀，所以就想着，只要能默默地守在王爷身边就好。下官如今只凭着后脑勺就能认出您了，这可见对王爷您是情深见笃。看不出来，你倒还是一个情种。王爷，为了您，做什么都值得。而且下官之所以如此胆大，那也是王爷您勾引下官在先。本王何时勾引过你啊？王爷，您要是不喜欢下官，为何那一路上会亲自照顾？您的身份如此尊贵，为何不假以他人之手？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如此体贴周到，那必然是心存喜爱。
还有，下官赢得的这牡丹花，王爷您要什么名花没有？因为花赠有情人。王爷要不是心里喜爱下官，为什么非要把下官的花给要走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说本王送你的玉佩还成了定情信物了？王爷，您这是承认你喜欢下官了吗？你既然说钟情于我，那之前你不知道该选哪条路，现在该有答案了吧？王爷，这是两码事儿，两码事儿。王爷这般盯着我，不会是看出我在撒谎了吧？别动手啊！我是真的没有想好。这是什么？王爷，这一个姑娘家出门在外不容易，想遮掩一下啊，这个叫克夫痣。王爷，您现在不生气了吧？本王若是生气了，你当如何？还生气的话，那下官就再想想办法，哄哄您。好吧，本王不怪罪你了。多谢王爷恩典。地上凉，快起来吧。是。那就不打扰王爷休息了，下官先走了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王爷，他刚才说爱慕您，肯定是在湖州。前2日，他给整条朱雀街和朱雀后街都送了礼，尤其是朱雀后街，基本上每一户他都上门拜访。他这个人无利不起早，若是没有图谋，不会这么殷切。他这样挨家挨户拜访，是在找什么呢？你觉得他是在找什么？从他之前的行踪可以知道，他并不知晓他母亲的真实身份。他也跟您说过，一心想让他母亲魂归故里。难道他的外祖父是傅盛如？傅盛如的独女，当年的确是被没入了贱籍。这倒与他口中所形容他母亲的经历对得上。若不是母妃难产而死，给了幕后之人可乘之机，他母亲也不至于沦落风尘，他或许能过得更好些。王爷，这穆卓华满口胡言，就算他与幕后之人没有关系，肯定也没安什么好心。您为何不公开他的身份？刚好可以引蛇出洞。大丈夫行事，自当磊落。属下知错。那傅盛如的事，要告诉他吗？告诉他的话，也不一定是件好事。今日之后，他应该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知见，你说
世人为何惜花？因为美，因为生动。生动向上，永远向阳。这是我这种一直于死水浮沉、形同朽木的人十分向往的。哎，小姐，稍微忍着点。对了，小姐，你夜闯定王宅邸，他没生气吗？生气倒是没有，但我觉得他肯定不相信我编的理由。那你编的什么理由啊？我说我爱慕他。啊，小姐，你还调戏定王殿下？这怎么能叫调戏呢？这分明是保命。万一定王殿下说我图谋不轨、深夜窥探，一刀把我砍了怎么办？小姐，你别吓我。没事没事。所以你家小姐我啊，机智，我就说我爱慕他，让他无处发作。哦，那就行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那个隔壁到底是不是三姨娘？曲丽，咱们要想好好活着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埋在肚子里。定王殿下他不想我牵扯到这些事情里面啊，千万别忘了。对，我就是咬死了，我爱慕他，就是爱慕。小姐，这边还有点要涂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菊丽，你明日得帮我找件衣服，能盖住这个伤。明日我还要去跟同僚聚会呢。